在葬礼上，妻子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她默默地吞下了儿子的骨灰。我却站在一旁，冷冷地注视着，因为他将原本属于儿子的珍贵礼物圣元送给了他深爱的白月光的孩子。后来，尽管进行了抢救，儿子仍然不幸去世，随后被送去火化。妻子高兴地给全医院发红包，庆祝他儿子的手术取得成功。我气愤之下当场昏倒。醒来后，被告知生化癌症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心如死灰。我抱着儿子的骨灰盒走出了院子，在寒冷的房间里，他独自起草了离婚协议书。晚上10点，柳如烟终于回到家，客厅的灯光突然亮起，她吓了一大跳。我静静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怀抱着一只白瓷罐子。你太疯狂了，在这深夜把人吓得不敢入眠。柳如烟的尖锐指责声传入耳中，我机械地抬起头望向她。即使夜已深，柳如烟的长发依旧整齐如初，裙摆也没有一丝褶皱。他们是父子俩，一个人的细心照料和陪伴已经持续了好几天，这对他来说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性。看着他，我发现这个向来懒散的人居然开始注重形象了。于是我默默地观察着他。满脸烦躁的柳如烟仍然记恨着那件圣元的事情。我紧紧握着瓷罐。我曾经表达过，肾炎之后可能会再次发作。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首先考虑病人的利益。陈震目前正处于康复的最佳时期，这次肾移植将对他的康复起到最佳效果。我知道你心疼可可，但他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还差这么一点时间吗？柳如烟的语气充满了不耐，仿佛我是个无理取闹的废物。时间就差那么一点，错过了肾源，儿子的病情迅速恶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的机会。我儿子还是个小孩，在临终时紧紧握住我的手。他问妈妈为什么没来，是不是妈妈不喜欢他了？我只能不停地亲他的脸颊，告诉他爸爸就在身边，会一直陪着他，直到他闭上眼睛。可可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眼，因为初恋的儿子沈程程得到了一份神圣的元气，所以他活了下来。我儿子的肾明明被他的儿子使用了，这个虚伪自私的女人让我感到非常愤怒，我绝对不想再见到她一面。柳如烟停止了训斥，将充满香水味的外套丢给我，让我在明天上班前清洗干净，并记得熨瓶子。我对此毫不在意，不伸手接过外套，看着柳如烟皱眉，我坚定地提出，我们离婚吧。柳如烟一瞬间愣住了，她仿佛不敢相信这句话竟然是从我的口中说出来的。你的眼神中透露出怀疑和不敢置信，你到底说了什么？我微微勾起嘴角，轻声说道，柳如烟，我想和你离婚。我把桌子上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推给她，这是我们的离婚协议。我明天早上9点要去民政局上班，不需要携带任何财产，但是一定要记得带上证件。客厅内的空气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凝固了，沉重的让人感到呼吸困难，就像燕子一样坐在那里，目光紧盯着桌前的文件，却迟迟没有翻动的迹象。他的愤怒已经积蓄如火山，即将喷发，简直可以用肉眼感受到那股熊熊的火焰。他的声音冷冽如冰，每个字都像是尖锐的冰锥刺向我的心，简直不知疲倦。他为何非得与我争执不休？他的言辞中充满了不满和无奈。晨晨比可可更需要这个导师，我难道没有说清楚吗？我尽力解释，但他的愤怒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冯光明，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啊？他怒视如刀，刺痛我的心。我感受到他的怒火和失望，但我仍然坚定的屹立不动，没有退缩。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次开口说，柳如烟，我想和你离婚。我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表达，仿佛我在讲述一件毫不相关的事情。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你现在已经学会了威胁我的方式了吗？他的声音中充满了嘲讽和不屑。我保持沉默，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他披上外套，转身走向门口，背影在灯光下显得决绝而冷漠。他走到门口，转过头来，冷漠地瞥了我一眼，他的声音冰冷而坚决。冯国敏，我必须告诉你，即使我们真的离婚了，可可的抚养权也必定属于我。希望你日后不会后悔。他摔门离去，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我伸手摸了一下怀中的白瓷罐，仿佛在安抚一位受惊的小孩。他来了，却从未问及，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今天他的儿子身体好吗？这么晚了，他是否已入睡？他甚至未曾在意营养，连栓门声都震耳欲聋。从头到尾，他也从未在乎我怀里的罐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凝视着无人的门口，眼神迷离，柳絮飘飘。可可，你未能见到的是他最后一面，而我也注定无缘见到他的最后一面。第二天一早，我守在民政局门口等待，但9点过后，柳如烟仍未出现。我果断地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7级的破碎声。冯光明，你除了发疯还会做些什么呢？难道非要给我找个自己是吧？我语气从容，走进离婚的阴影，像烟雾一样缭绕，别让我看不清楚。最终他还是走了过来，签下了名字，盖上了印章，离婚证便到手了。柳如烟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怒气冲冲地说，好，我真是小瞧你了。别忘了我说过的，可可的抚养权是我的，冯光明，我给你3天时间收拾东西，把孩子送过来，否则我不介意打官司。看着他怒气冲冲的背影，我内心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柳如烟，可可已经去世了，就在沈程程手术成功的那一天。你会感到欣慰吗？至少可以省下一笔官司费。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可可的东西我已经全部烧掉，我自己的东西也全扔掉，家里所有的合照我也已经全部剪掉。最近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吐的血液中时常掺杂着内脏碎片。我执着于领取离婚证，唯愿不再与柳如烟为伍。即使身处地底深处，我仍拿着整理好的行李，怀抱着可可的骨灰盒回到了老家。父母总是尊重我的选择，就像当初他们并不喜欢柳如烟，但为了我的幸福，他们同意了我和她结婚。他们注视着我怀中的骨灰盒和满是促销标语的身体，情况依旧如此。知晓却缄默，不求详询，唯有每日烹饪营养餐，为我失去流出的鲜血。我再次吐血，感到牙齿的苦涩，看着父母眼中的痛苦，心中充满了后悔。在生命的尽头，我很后悔又回到他们身边添乱。妈妈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
他紧紧地拥抱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心情无比坦然。父母非常高兴你回来了，陪伴你走过这最后一段路，我们不再感到遗憾。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我终于感到内心平静。我坐在摇椅上，享受着阳光明媚的午后，旁边是妈妈刚刚洗好的葡萄。在光影中，我发现了可可，她穿着我特意为她烧制的蓝色牛仔裤，靠在我的腿上，眼含笑意地看着我。爸爸，我们终于相遇了。我握紧了可可的手，我看着父母把我的骨灰盒放在了可可的旁边，一个大一个小，两个瓷罐相互依偎，就像以前那样。可可曾在我怀里入睡，她眨着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爸爸，爷爷和奶奶无法看到我们，我碰碰他们的头，但他们心里有我们。尽管原因不明，我们仍留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父母情绪平稳下来后，我决定带着可可去看她的妈妈。柳如烟活着时，她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隔壁病房的沈程程身上。可可每天都期盼着妈妈的到来，但最终却总是与她擦肩而过。现在我终于可以实现她的愿望，让可可满足了。柳如烟刚从手术台下来，可可终于见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妈妈，兴奋地围着她跑来跑去。柳如烟却感受不到她的存在，她无动于衷地坐着休息。另一名医生走过，柳如烟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赵哥，我儿子出院前的康复情况如何了？医生微笑着说，您康复得非常出色，治疗及时，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他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向对方表示感谢，然后又回去继续工作了。他离开后，赵医生挠了挠脑袋，心中纳闷，这小韩怎么回事？他不是一直在关注他儿子的病情吗？手术成功后，他很快就给全医院发了红包，仿佛很快就忘记了手术的事情。我愣在原地，可可在我身边挥了挥我的手。爸爸，那天妈妈来看我了吗？我张着嘴，无法说出一句话。原来这家医院的人都把沈程程当成了阉割。原来就在13号那天，当阉割急救失败时，他还高兴地给全医院发了红包。我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愤怒，但我只是微笑着，像柳絮一样飘忽。你根本不配称为母亲，